您好，问一下韩女士订的位置怎么走？哎，你好，先生，请上2楼。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小昭昭，我坐哪边？坐对面去。啊，我坐对面，我挨着小昭昭坐。下班时间喝点呗。酒就免了吧，怕有任务。行，一个二个没劲。那我就自己喝了啊。小玉，1壶烧酒，2杯可乐。烧酒你可以啊。来，我给你打。我不喝，我喝水。我喝。你告诉小芊芊了吗？你要追我的事儿。没告他呀，告他干嘛？你知道我喜欢小芊芊。我知道你喜欢小芊芊啊，可是小芊芊不喜欢你啊。你单身，我也单身，那我完全可以追你啊，不需要他同意，你同意就行。我可没同意啊。我知道你没同意，所以我才要追你嘛。行，今天这顿你请。没问题。这儿可不便宜哦。警察叔叔就你这点工资行吗？没事儿，这不有我签额的吗？这店都是他开的。这店是我为他开的。尝尝，这个。这也太多了。哎呀，不多，你们缺营养，多吃点儿。你看，这都是你爱吃的。仅此一次啊，下回别这样了，太多吃不完。你也吃吧。嗯，知道了，下次你就来我店吃。你店里？啊，我在附近开了一家餐馆，你不是挺懂的吗？回头去我店里试试菜。为什么突然开店啊？我就想着你们警察忙归忙，总得吃饭吧。而且你来我店吃饭，我又不收你钱。哎，其实就是我觉得你经常来我店里吃饭，咱们俩不就经常能见面了吗？韩昭，我跟你说多少次，咱俩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男未婚女未嫁的，而且我还有这个呢。你开店，我支持你。但你要说是为了我不接受。知道啦。那么多废话，吃吧，啰里吧嗦的。吃这个，你最喜欢的。你也吃啊？嗯。你这么说，我可不会再来了。那个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何必单恋小芊芊呀？他不喜欢你这一款。你知道他喜欢什么款？我知道啊，他喜欢长发的，喜欢温柔的，喜欢单纯的，喜欢小鸟依人的。你不是他喜欢的款。你把陈雨墨的事儿告诉他了？来，庞先生，您来了，您订的包厢在楼上，里面请。谢谢。里边请。小芊，你吃什么？盐焗秋刀鱼，谢谢。漂亮姐姐，你们认识？同事啊，跟我和小芊一个部门的。我还真低估你们当警察的了，消费水平都挺高啊。嗨，我觉得子午姐又来相亲来了。相亲啊？
男的经常来，每次带的女的都不一样。啊？啊？这家我经常来，所以就定在了这儿，环境不错啊。你看看菜单，如果觉得吃不惯，我们可以换个别的。不用了，我吃什么都可以。可以啊，咱们先吃饭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我刚好订了一个包厢，啊，吃完饭咱们去唱会儿歌。庞先生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，今天这个相亲其实我没有任何兴趣。我之所以来，是因为不想驳了赵叔叔的面子。今天这顿饭之后，我估计我们应该也没有机会见面了，所以这个餐费我们一人一半。好，没事，你先看看菜单，点个菜。我去下洗手间啊。先生，您需要点什么？没事，我去个洗手间。我去厕所。我也去。不是你俩上不了一个厕所，这喂，哎，相亲嘞，个警察，30多了，我也不晓得我妈从哪儿认识的。喂，喂，哎，不过说真的啊，这女的身上估计捞不到什么油水。我来之前还稍微打听了一下，像她这个级别、这个职位，一个月1万把块钱也算到头了，够什么用啊？啊？哎呀，我说难听一点，要是个一线的，因公殉职了还能有个几十万的抚恤金呢，真的，就个理工女，没意思啊。哎，谁干的？谁打的？人呢？咱俩都敢认识？夏儿怎么回事啊？你俩干啥去了？过来！这么久？既然不跟我说，谁都别走。你老板呢？叫老板过来，帮我报警了，快点！服务员，你们老板呢？叫人过来，谁打的？啊？给我调监控，我现在要看，快点！这是你的车吗？我朋友的。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替我谢谢你的朋友。没事儿，姐。今天跟你们吃饭的那个女孩，我之前好像是见过。在哪儿？就是你刚来局里那会儿，就在咱局门口。我还记得挺清楚的，我记得她当时手里好像拿了一个用布包着的日料盒。我们打小就认识。看得出那女孩挺喜欢你的。姐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要是他也这么想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忘警告那渣男不准再来我店里了。你今天整这么一出，谁还敢来你店里啊？我估计他连附近的商圈都不敢来了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再怎么着你不该打人啊！你没听小芊芊说呀？想从我们女人身上捞油水，门儿都没有。而且我把厕所走廊监控也关了。够狠的你啊！他都不知道是谁干的他。你没看小芊芊那眼神儿？我要是不先动手，那动手就是他了。是啊。哎，他从小就这样吗？就这么暴力？当然不是啦。我们小芊芊从小那可是学习好，性格也好，完了做饭还好吃，
还会画画，还是我们田径队的。哎呦，可帅了！是吗？我骗你是小狗，你都不知道那会儿有多少人追他呀，那排着队的追他呀。那如果排队拿号的话，我肯定是1号。但是他眼里只有陈雨墨，就是因为这个陈雨墨，他跟他爸妈都闹僵了。非要去考警校，当警察，哎，还是最危险的刑警。这么多年，只要是有关陈雨墨的消息，他都是揪着不放，直到确认这个消息是假的。10年了。那你明知道他不喜欢你，你还这样，你不难受吗？哎，我难受啊，我当然难受了。但是我愿意等，我才多大呀，对吧？为了喜欢的人，我愿意搏一次。我去拿酒啊。一个家，那回来这么快呢？干嘛呢？哎呀，你说这小昭昭又会骑摩托车，又能开餐厅，这么好女孩上哪儿找去啊？我决定了，我得努力赚钱。你一顿饭吃掉我大半个月的工资，这个不行，真扛不住。你干啥去，小钱钱？你不会背着我找小昭昭去吧？去吧，去吧。我努力赚钱，努力赚钱。姐，雷叔，这小芊芊父母都在国外吧？我在宿舍也从来没听他跟他爸妈打过电话，这亲子关系够冷漠的。但是你看，他跟冷对，你别说，他俩还真有点像啊，话少，工作狂，不谈感情，跟他俩说话有时候就跟挤牙膏似的。哎呀，我想不明白小昭昭喜欢他哪点？帅呗。小昭昭，啊日料店那个女孩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人家女孩很喜欢叶谦的，你别惦记了。哎，这是有情况呗？你快说说。说什么说呀说？不乐观啊？单恋，苦。
房间已经给你看好了，明天中午我来接他。行，房费回头微信下午转给你。不用了。哦，对了，他作业还没有做完呢，在包里，你盯着点啊。小雨，听爸爸的话啊，妈妈明天中午来接你。哦，行，走了啊。想去哪玩？我们去吃饭吧。想吃什么？随便看看吧。师傅呢？请假了，请假了？去哪儿了？去上海了。啊，那个，你帮我给他。哦。谢谢。幼不幼稚？幼稚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小芊芊呢？小芊芊她有事儿来不了了。那你不早说。我早说你不就不来了吗？拿着。干嘛？我走了。哎，不是来都来了，咱俩看不也一样吗？上次摩托车案子一直想感谢你来着。你感谢我？嗯，应该小芊芊感谢我才对啊。那我俩的关系谁感谢不都一样吗？都1个月了才想起来。哎呀，一直惦记着呢，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看我这手，跟招财猫似的，不吃个饭都费劲。吃饭费劲，完了每天给我发自拍，你倒是招个财啊！那，你感谢我，请我看电影，然后电影票我买的。那看完我请你吃饭呗，这么点事儿。放心放心，我跟我妈逛街呢，马上告诉她啊。我什么时候多你这么一大儿子了？上次你们给小芊芊送饺子嘛，我怕她不收，我就说是我妈包的。那你信誓旦旦跟我说他收了还吃挺好。她确实收了也吃了，也吃挺好。孙元龙，你嘴里还有没有真话了？我还能不能找你办事儿了？有，能，绝对可以。你这穿的是小芊芊的衣服吗？啊，她送给我的，怎么样？我穿上是不是比她帅点？啊，那帅不帅问题回头再说，先看电影。作业多吗？还可以。爸爸这些日子啊，事儿太多了啊。其实，知道。你有什么事儿就给爸爸打电话。没事儿。
你跟你妈在那边过得习惯吗？怕我写作业呢。吃不吃冰激凌？巧克力的。嗯，行。走。小叶，你师傅呢？去上海了。上海。哦，看他儿子去了。啊，给他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回来。好。这平常得少吃点啊。好。房费都交了，回头我转你。不用。走了。跟你妈话啊。嗯，走吧。爸爸再见。怎么样呀？这2天过得还行吗？妈妈出去有没有想妈妈呀？妈妈给我带礼物了吗？这肯定啊，怎么能忘得了你？小麦，你做公益活动呢？啊，喝点水吧。看你们晒的不容易。谢谢。哦，看看啊，什么狗啊都是。哎呀，真可爱。来，小伙子，喝点水吧。我是焦磊。这都什么狗啊？好，我马上到。是流浪狗吗？小张张，我有任务，得先走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说不看，你非要看，看一半你走了，把我一个人留这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工作就这样，你理解一下。回头我请你吃饭。你今天不是倒休吗？你不准走。走了。到齐了。3天前呢，在北辰县的管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命案。住在山城小区10号楼402的业主王小乐，在家中被人杀害了。北辰刑大呢向市局请求支援，经过市局的领导研究决定呢，将由我们支队和刑事技术科来协助调查。这2位就是来自北辰刑大的同事，让他们介绍一下案情吧。叫我老孙就可以了。我是小周，孙队都拷贝好了。好，那我就介绍一下。死者王小乐，今年33岁，是云溪卫校的一名老师。报案的是他父母。据他爸爸口述呢，就在案发的当天晚上9点左右，他父亲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，可是一直等到第2天早上都没等到回信，所以老两口急了，就直接到他家去了。这死者王小乐，你看，这就是案发的这个现场卧室的整个环境。哎，刘哥，今天这身衣服挺帅的呀。再核实一下啊。好的。你有病吧？干嘛穿我衣服啊？送我了就是我的衣服，我穿我的衣服有什么问题？我什么时候送你了？就吃火锅那天。这么好看衣服你不要了？你啰嗦半天，这衣服我都扔了，什么时候送你了？
你是扔了，那你洗完澡出来，我是不是问你还要不要？不要给我，反复问你好几次。我还以为你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？这么好的衣服我能开玩笑？哎，这不就是开线了吗？我补了就完事儿了，扔了多可惜啊！你看我补的。行，那我穿的时候你别穿啊。行，你穿的时候跟我说，我肯定给你岔开，我也不想跟你穿一样。董队，现在第一线上我们已经派人勘察完毕了。你跟我说说这个小区的情况。这个山城小区呢，建了已经20多年了，房子老了。您那边啊，挨着这片林地啊，一到了晚上黑灯瞎火。我们是在第一时间调看了小区的所有能够调看的监控录像，在小区南大门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，但是身份呢，到现在还没搞清楚。楼道周围以及客厅的指纹、脚印已重新收集完毕，入户地点已由北城刑大取走。楼道周围、入户地点以及客厅共发现5枚沾有血迹的足印，详细情况待进一步检验检测。小周，哎。从血迹分布来看，主要集中在床头柜附近，血痕呈高速喷溅状。可见撞击力度很大，分析嫌疑人为青壮年。从字体的宽度初步判断，应该是用手蘸着血写上去的，但没有留下指纹。哎，轮队，你们看看，说说吧。字迹一笔合成，笔法沉稳，而且写的还是正楷。这么会写字的人，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沉着、冷静，应该受过不错的教育。在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之下，还能有闲情逸致在墙上写字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思缜密、处事不惊的人，而且应该是早有预谋。
结合现场血迹凝结程度以及尸斑情况来分析，死者的确切死亡时间是……这死亡时间啊，是在案发当晚12点至翌日凌晨1点。是脑部急性出血。这死者的头骨啊呈凹陷状的骨裂，跟现场的床头柜的柜角相吻合，这就可以推断出啊，这个嫌疑人啊抓住这个死者的头部，撞向了这个柜角。这样大力反复的撞击，造成左胼周动脉及左侧中央动脉的破裂，颅内大量出血，受害人死亡。而受害者身上的其他伤口其实是在死后的短时间内造成的。受害者的躯干及四肢一共有17道伤口，你们看，这17道伤口平直，而且锐利，甚至连长度都基本相似。这就需要犯罪嫌疑人有非常精准的控制能力。而且我发现，凶手在切割的过程中有一个向下按压的动作。这个动作符合手术刀的操作习惯。现场未能发现指纹，凶手在行凶及行凶后墙面写字时均戴了手套。我比较了市面上常见的棉纱、化纤、布类、皮革类及乳胶类手套，只有吸收性差的种类才能蘸血写字。经过排除，只剩下皮革和乳胶手套2种。而皮革类手套呢，一般要比人的手指肥大一些。我在尝试书写的过程中，由于手指的挤压，字迹会出现间断或变形，很难在墙上写出笔画均匀的字迹，更没有现场墙壁上字迹的流畅感，也排除。而最后一种乳胶类手套的特点是弹性大，表面光滑，最接近咱们人的手指大小。我买来市面上常见的乳胶手套，经蘸血书写检验，初步怀疑凶手戴的是医用乳胶手套。这种手套上有滑石粉，在蘸血的过程中对血液有一定的粘附作用，进而可以在字迹下方留下流柱状血痕。楼道周围、入户地垫和案发现场室内，共提取到了5枚足迹，长度均为43码，注塑鞋底运动鞋，鞋底花纹磨损较少，说明这个鞋可能比较新。但是呢，因为这种商品在市面上的铺货率特别大，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由于现场提取到的足迹少且不连贯，所以目前只能大致推断为体态中等的男性，无法推断出嫌疑人更为明确的样貌特征。啊，这个山城小区只有南北2侧可以通过车辆的大门有监控，然后东西2侧的侧门还有楼宇间的监控都是样子货，没有通电。之前北城的同事已经对这个视频进行了初步监测，发现了这个人从南门出入的时间和案发时间相符，所以北城刑大把这个人定为重点嫌疑人。通过这张咱们可以看到，他穿的正好就是一双注塑底的运动鞋。这个人是被害人前夫吴达。孙队他们已经确认了，王小乐的男友黄冲案发当晚一直在公司加班，多名同事都可以证明。王小乐的父母也说，他俩感情一直很和睦，而且2人呢也都是2婚，没有经济上的矛盾。但是王小乐的前夫吴达，案发当晚9点和10点曾出入山城小区。受害者体内确实有吴达的精液，可是现场没有强迫性行为的证据。种种迹象表明，2人可能是自愿发生的关系。他们明明离婚了，还保持这种关系，需要重点调查一下。吴达，我们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还想再了解一下王小乐的情况。
手上的伤怎么回事啊？我也忘了，可能是撞在哪儿了。怎么喝成这样？你们之前询问的时候，也都这样？是啊，他就这样。据说他自打跟王小乐离婚之后，就整日买醉，似乎始终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王小乐认识吗？我老前妻。9号晚上12点到10号凌晨1点，你在干什么？喝酒。在哪儿喝的？具体位置？山城小区北门有个花坛，有人能证明吗？证明？证明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警官？昨天晚上去王小乐家了吧？干什么去了？我去拿。哎呀，警官，我现在很难受，有什么事您能直说吗？乐乐。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，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，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，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。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，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，汇聚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现实也有望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